这里是仙本那的马布岛，住在了马布岛上的平民水屋里，位置很好，尤其是栈桥上有一个360度海景的小屋。这是从空中看到的仙本那的马布岛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岛上有一座不小的渔村，而岛的另一端就是马布岛上著名的水屋度假村。度假村的周边也是世界顶级的潜水圣地，可以看到度假村的水屋就建在这些浅滩上。度假村非常大，很多来马布岛跳岛一日游的都可以到这个度假村来参观，所以很多关于仙本那的照片都是在这个马布岛上的度假村拍摄的。度假村有长长的栈桥，包括这个爱情桥。度假村的旁边就是我住的平民水屋，仿佛从天堂穿越到了人间。不过我住的这个当地人的水屋，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。我也在这个海中央的小房子里给大家直播过，在这里飞无人机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了一次直播。一起跟着我走进这个仙本那的马布岛。去马布岛也有跳岛一日游，不过只在岛上停留2个小时，所以我没有选择跳岛游，而是选择了去住在岛上。镇子上有不少的潜水公司都可以提供在马布岛上的住宿，价格肯定比度假村便宜多了。岛上的很多水屋实际上是为那些做潜水培训的人员提供的住宿，不过单独去住一晚也是可以的。我也是在网上提前联系了一个水屋，包含了往返的船费、住宿费、一日3餐费，还有一次浮潜费，一共500多。其实马布岛上有不少的这样普通的水屋，很适合像我这样预算不是很高，但又想体验一下在岛上生活的人。从镇上开船40多分钟到达了前面的马布岛。这一大片都是渔村里的水屋，有一些已经被开发成了接待游客的水屋，我们就叫它渔村里的水屋吧。虽然没有度假村的水屋奢华，但是很有生活气息。这就是我预定的水屋。我也是感觉这个水屋的位置比较好。海景。客观讲，这个住宿的软件条件比较一般，所以对那些条件高的人不太适合。看一看这里的海景房，简陋的。这个水屋的亮点就是有这样一个长长的栈桥通向海中，终点处有一个大大的海中亭子，在那里休息吃饭非常的好，尤其是这个亭子里上网的信号还非常好。坐这还不错。我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次直播。马布岛是整个仙本那最大型的岛屿，也是原住民巴瑶族的集中聚集地，所以这里是仙本那本土文化的摇篮。岛上的原住民被誉为海上吉普赛人，目前这里生活着1-2千的渔民。现在也有不少的当地人把自己的水屋打造成了度假小屋。来参观一下旁边的这家。水屋下有很多巴瑶族摇着小船来这里卖海鲜。海水是非常清澈干净的，
住马步岛的人除了潜水，很多还是来吃海鲜的。这里的海鲜明显比仙本那镇要便宜很多。来看看这几个小船上的海鲜。螃蟹多少钱呀？250多少个呀？200。30个。这几位也是来自国内的，专门住在这里几天了，天天吃海鲜。哇，这个叫什么呀？帕巴萨。这一筐200吗？对。只吃个。这一筐海鲜200吗？这个吃生的。吃生的呀？刺身呀？对，刺身。对。这老板娘已经买了几千块了，太便宜了！再住了一个晚上就变到整万块的了，吃海鲜，太厉害了！就得在这个地方吃。房海景房啊，这个是标间普通房啊，我还有在楼上，你可以上去。我的 VIP。这家水屋的老板还是来自中国的，一直生活在这里。365一个人，365马币一个人是吧？啊，海景房300多，标间200多，马币啊乘1.6。这个华人开的水上宾馆，软件的条件就非常好了。尤其是内部非常的干净舒适，不过感觉住他们家的基本都是来休闲吃海鲜的。我太太也摸摸了。这小船是您家的吗？鱼放咖喱粉。这个咖喱鸡做的也还行。那边还有汤，2菜2肉一个汤。住宿都是包含1日3餐的。还有一个菜没出来。这个岛上的村子不小，生活着2000多人。村子里的小孩子，一般来跳岛游的人，基本都是参观的水上度假屋，很少深入走到这个小村庄来。跟我一起到村庄里走一走。看上去很像一个贫民窟。巴瑶族现在人数也比较少了，仅剩2000人。这些人常年生活在水上，据说可以徒手在水下10几米抓鱼，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海上吉普赛人。这里的生活条件看上去还是比较简陋。这就是当地人住的水屋。岛上还有学校，村子里商店超市还是很多的，很多铁皮房子木屋都被刷上了5颜6色的颜色，所以感觉也挺有特色的。这个马布岛上不仅仅只有一个水上度假村，我至少看到了3、4个。像这个水上度假村条件就非常好，价格应该比那个著名的水上度假村要便宜不少。还看到这样的水屋，是专门为那些做潜水培训人提供的，环境条件也非常的好，很多人都在这里报个3天4天的培训。喜欢潜水的可以报这种。这些水上度假村和当地贫民窟一样的水屋交叉在一起，仿佛一半是天堂，一半是人间。虽然破哈，都是彩色房。当地人的小孩子从小就在水里生长。
小任用感。村子的街道上就可以看到大蜥蜴。先回屋吃个中饭。我看了看，基本都是欧美人。然后它这个优势呢，就是便宜，因为很多人就是来潜水的嘛。可能对于一般游客来说，但是确实便宜。然后它这个包，他这家还包3餐，虽然可能简单嘛，一般4菜1汤，荤素都有。然后它的价格里面还包含了往返的接送。这往返接送如果单独买其实不便宜啊，大概往返接送就得170马币。好处就是你可以在岛上住一晚嘛，深度的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，可以看看岛上的日出日落，游客比较少的时间。因为如果你一日游呢，到这个岛上呢，上岛时间大概是2小时，2小时就是只能在度假村匆匆的看。然后对这个岛呢，这个岛还面积还有一点大啊，其他地方走不了的。你可以逛一逛。我看了看也有其他的这种当地人办的啊，类似于这种水，有条件不错的。我看到有一个中国人开的，条件相当好，价格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啊，价格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贵。我觉得其实，但是他们都在网上订不到，都要电话订，尤其是刚才那家电话订，微信不能说，可以在线下订。如果条件那个好一点，其实还是值得住一晚的。现在想起来，我住的这个位置真的好。廊桥下就是非常清澈的海水。我还在这里让大家跟我一起见证了飞无人机。总想要透过你眼睛去找寻最原始的野心，没想到最后却撞击一整座森林的宁静。你和西蓝丝绒毛身体和海洋的寒冰，我永远不忍心我看不进你的身体。下一集带着大家走一走这里著名的水上度假村，确实很漂亮。